4月19号，台湾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团赴新加坡，展开4天3夜的参访。侯友宜也是国民党内目前呼声最高，可能要参选2024的重要人物。此行引发岛内关注，认为侯友宜正在补强外事及两岸关系的相关经验，为宣布参选2024铺路。新北市政府公布的参访行程显示，4月20号，侯友宜首站抵达滨海湾宾乐雅甄选酒店参观绿色永续建筑，接着到南洋理工大学参观，晚上前往新加坡平价美食聚集地纽顿熟食中心参观市场改造。这是侯友宜担任新北市长以来第2次访问新加坡。需要指出的是，在选举年，外出交流是岛内各政党参选人的必修学分。例如，已经宣布参选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择赴美交流。因而，侯友宜此次访问新加坡被外界认为是为宣布参选铺路。台北市前议员罗志强回忆，2007年马英九也曾出访新加坡，见到了李光耀和李显龙，甚至埋下2013年签署台新经济伙伴协议的种子。所以，侯友宜访问新加坡，某种程度上就是选举起手式。台湾 ET Today 的报道留意到，从侯友宜的随行人员也可以看出其参选端倪。除了4名女性局处长外，去年9合1选举期间，担任侯友宜选办发言人的吴亮贤、王敏旭也一同随行，侧面反映侯阵营已在为2024整军。观察指出，侯友宜选择新加坡作为访问地也别有深意。新加坡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无论是1993年4月的汪辜会谈，还是2015年11月的两岸领导人会晤，都在新加坡举办。外界注意到，就在侯友宜抵达新加坡当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谈及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时，他直言，最危险的潜在冲突爆发点就在台湾问题上。李显龙警告，台海局势出现误判和意外的风险正在升高。Singapore rigorously upholds our One China policy and continues to support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a considers Taiwan a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nd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to be the reddest of its red lines. But in the West, an alternative narrative is gaining currency, that the problem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a broader ideological issue. This difference of views is very worrying. 针对李显龙的担忧，侯友宜在新加坡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间关心台海稳定及区域和平，身为台湾的一份子，爱台湾这块土地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外界同时高度关注侯友宜此行能否有机会与李显龙接触。但侯友宜本人仅低调回应称，一切尊重双方的安排。对新加坡依然具有浓厚兴趣，而且有强大历史渊源的国民党，那你到新加坡的角色是什么？而这个透过李显龙之口讲出来啊，就特别格外的重要。再度提醒，就是国民党，你的这个两岸政策你要抓定，特别是你现在可能成为国民党候选人希望最高的侯友宜，你始终没有说出9·2共识这个密码，你只有尊重。所以我今天让你来新加坡，我让你来参访，那我也不会给你很多死绊子，但是你能够到多少层级，那就看你这一层的展现了。我想里面有这一层的意味在。台湾中时电子报则称，在国民党征召前夕，侯友宜访问这个对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宝地，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现在，台湾民众大多欣喜和平发展，对于民进党抗中路线的接受度降低。文章建议，侯友宜大可突出辜振甫和马英九在发展两岸关系上的突破性成绩，以成为他们的后继者自勉自立。同时，提出务实、可持续发展的两岸政策，谋求两岸永久和平，以争取民众的认同。新加坡一直试图在台湾跟大陆还有美国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对李显龙来讲，他希望是整个亚太地区都很和平，这样子对新加坡才有最大的利益。所以刚好借侯友宜这次来，我觉得他也会试图安排他去了解一下新加坡处理美中之间的这些事情的一些状况。我觉得这个对侯友宜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那您认为国民党内呼声最高的2024潜在参选人侯友宜访问新加坡，基于的是什么样的考虑呢？其实岛内对于侯友宜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顾虑主要有2个。一是认为长期以来只有警队和新北市执政经验的侯友宜缺乏国际视野，难以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二是认为侯友宜尚未就两岸政策做出清晰的表态，有可能会背离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台湾与新加坡虽然在政治定位上不具有可比性，一个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与中美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新加坡，是区内不做大国棋子与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外交路线的典型。因此不排除侯友宜这次访问新加坡，就是要向岛内选民宣示，假如未来自己当选了，将会在外事领域内仿效新加坡的做法。除此之外，1993年的湾谷会谈，2015年的两岸领导人会晤也是在新加坡举行的。而这些会晤之所以能够举行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都认同9·2共识。因此也不排除侯友宜此次访问新加坡是要对外暗示自己是认同9·2共识的，以化解大陆与深蓝势力对他的疑虑。李显龙声称，一中政策是中国大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但西方国家却将台湾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即所谓的民主与独裁对抗。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李显龙的这番讲话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表面上批评美国将台湾问题由统独问题歪曲为了政治制度的对抗问题；二是实质上批评民进党的参选人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早前发表的竞选政纲呼应了美国的说法，淡化了统独问题，突出强调了两岸的两制对抗问题。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显龙的这番言论是讲在侯友宜即将到访新加坡之前，这显然也有提醒甚至是敲打侯友宜的意味在里面，告诉尚未清晰表达出两岸路线的侯友宜，不能够背离国民党长期以来奉行的9·2共识，这是国共两党能够维持良好关系以及两岸能够维持和平发展的前提。同时更不能跟在美国与赖清德背后学坏了，也对中国大陆打着政治制度这一意识形态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上月底李显龙曾经携家属开展了为期6天的中国访问行程，期间走访了中国多个城市，并接受了中方的高级别礼遇。因此外界也有猜测，李显龙这番言论是在替中国大陆向侯友宜传话。我认为不管李显龙的最终动机如何，但这番讲话的确是说到了中国大陆的心里面去了，是中国大陆最想向国民党，尤其是侯友宜说的心里话。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美国加紧在多个领域与台当局勾连，步伐越来越大，引来岛内一片骂声。除了扩大对台军售规模，美国还派遣军方人员赴台协训台军，更不断有政客借台湾谋求政治资本，叫嚣要让台湾民众人手一支枪。在美国助推下，台湾逐渐被打造成地狱岛，民众又将承受怎样危险的后果？来看报道。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军已经派遣200名现役军官前往台军新训中心，对台湾地区的后备兵进行训练。台军对此予以证实。岛内学者指，美方派遣的200名驻台教官以陆军为主，这些人员以电磁对抗、共同作战图像整合、基地防护、陆基防空以及反舰火力配置方面人员为主。需要警惕的是，这些训练科目的针对性极强。抗中因为他都抗不赢嘛，最后他只好把台湾送上战场。美国很多人是打这个算盘，那美国人自己不出兵，也不流血，美国要牺牲的是台湾人呢，帮美国人打仗。还要付钱给美国人。近段时间以来，岛内民众对于美国的角色、对于美国的认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越来越不相信在关键时刻美国会去进行所谓协防台湾。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就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危机意识，因而指派相关军事人员赴台，就是要去进行一种政治作秀。赴台人员的相关演练科目背后最主要的就是要制造一个所谓联合作战或者协防台湾这样一种假象。有岛内舆论指出，美国这一举动凸显其妄图提升台军战力，以达到制衡解放军的险恶用心。